宇轩，广东的佛山淹大水，我就想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一看两个字，哇，杨柳台风。杨柳台风在台湾，我想说，哇，它来的这么快，去的也是非常快。结果到了中国，不是青台吗？就淹成这个样子，每一个画面我吓呆了，想说杨柳又变强了吗？没有，最后原因是什么？你看到这个东西，它的下水沟，它的这个下水盖这个地方，谁莫名其妙在这种水沟盖这边加装这种纱网？难怪会淹成这样子。对，正好，所以我们古代有一句成语叫做火上加油。现在呢，为了广东佛山这个地方，我们要创一个成语叫做水下加疮，害死人。为什么？因为首先他们的街道淹起大水，你很好奇说啊，宇轩有台风就会淹水 ？No， 跟台风没有关系，全部都是人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啊，一边拍着影片哦，这些中国人说啊，真的是无语死了。搞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要无语死了？这根本不应该淹水的嘛！他把所有的排水孔都加装了纱窗，所以你看哦，街上这样淹大水，连骑电动机车哦过水哦，变成电动水车，这也太惨了吧！只看得到仪表板。我想这个淹水的幅度根本不单纯，不应该这样淹。而且你有没有仔细注意到，没有下雨哎，没有下雨哦，所以代表水已经过了很久，还是没办法消退，连路上的汽车呢，直接都被水给淹没。大家知道人现在惨到什么地步吗？北掐只能爬到车上，因为否则你在里面，你就会被淹死，你就会被溺毙。然后整个大水淹过龙王庙，你有没有看到啊？佛山这个样子像话吗？怎么会淹成这个德性啊？甚至连其他消防队都跑来支持，那消防队是救火的啊，你变成还跑来救水啦。那个道理很简单，因为他们把所有的排水孔都像这样子，照你刚才画的哈，对，加了一个一个纱窗。那你知道加纱窗这个状况根本就是莫名其妙。反而加了之后，你知道吗？佛山的病例变全省第一名，全国第一名。你说他当初加是因为要防所谓的区公病，结果你现在越加装，病例越多了。哎，对啊，他大概我们讲了10号到16号这段期间，增加了830个区公病，其中呢佛山增加最多，光是830个，佛山占了644个。吓死人！都你全你佛山的事情，就你佛山纱窗装的最严密，专家谁跟你讲了？这根本搞笑。为什么？你今天下水道，你如果要防止病媒蚊生长，你知道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吗？把它疏通。对，因为病媒蚊没有办法在活水里面存活，它只能在死水里面。结果你为了只放过我们讲的错杀1000，不肯放过一个，装了一大堆纱窗来，各位啊，你今麦看，你知道他装纱窗多离谱吗？第一个纱窗先给它啃过，然后呢顶啊开始顶，对，一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来，钉了6个钉子之后呢，还没完。再把原本的排水孔放回去，然后开始用热熔胶在边啊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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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这哪是纱窗啊？太吓人了！啊，热熔胶你看无？勾了后呢，又抹伤这块洗啊个哦，油漆个给拖解，所以弄成这样子啊，各位啊，你觉得这东西排得下水吗？我跟你讲，有东西叫表面张力啊，因为它用的纱窗都是非常细孔的啊，表面张力不要讲说蚊子过不去啊。水都过不去，所以马上立刻就有人测试说，好，我现在把这个弄好的，已经装好纱窗的，我把水泼下去看会怎么样。来，各位你看哦，这是装过纱窗的哦，对，看起来很正常，对不对？来，你看泼下去，然后呢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水不会下去的，根本不会哦。你不要说这只是短时间了，没有，来，隔了10秒钟、20秒钟、30秒钟，然后水还是扑地啊，这根本就下不去嘛。那你想想看，如果下大雨的话，会发生什么状况？更可怕的是什么？它还奖励。鼓励大家做这件事情。佛山发了一个公告说，关于加装纱门纱窗的倡议说，广大的市民朋友，只要你愿意加装被动防者，我们将会提供你300元人民币，大概1200名新台币的这样的奖励。结果呢，35个村民全部冲过去，大家都开始拼命装纱窗，为了探级装纱窗，下水道装纱窗，通通给他装纱窗。最后就是全部整个都市都变成一片死水。但你以为还这样子还不够严重吗？他们疯狂到什么地步？我跟你讲，中国人真的是基建魔人，不管是在破坏或建设上。你现在看到哦，他们现在开的怪手机，看到哦，花圃，惨啊惨啊惨，在那硕大的花圃里面挖，这你知道挖什么吗？挖什么？他把所有的路树植栽相关的，只要是绿化，以前他们是不是有一阵子喜欢做绿化工程？对，全部都扫干净，把所有绿化工程送造型体。全部都扫干净，甚至是更扯是什么？我们刚才看那公共空间哦，你公共空间爱怎么破坏那你家的事情，连人家私人的花圃都要管。有一个佛山的老百姓哦，原本呢在他家中是一个绿意盎然的这个菜园，
哦，非常漂亮哈。你如果看到来，正好就是这个，对，哦，好漂亮哦，很美耶，都有哎，都要绿绿的，有菜有花有草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出门一趟，就政府人员说，你家我要去稽查，要去防疫，他就想说，哦，好吧，那你来我家灭杀吧。你看原本的菜园变这样，这什么啊？他整个把所有的水泥哦，死的活的转播拢给灌了原本那么漂亮的菜园。被灌成这样子，他这一次连铲都没有铲，水泥直接给你吹落了。对，就不跟你啰嗦了啦，也不跟你打钉子了，直接把你家买了，赶紧到逮起来。然后连社区小区本来都有一些绿色植栽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这些绿色植栽也这样吗？逮起来，除了树哦，树还算是硕果仅存的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一格一格的，对，全部都变水泥，全部都封死，甚至那我问你哦，那开花店的怎么办？开花店的哈，真的有一个广州开花农的。他说呢，我回到家之后呢，发现我的花全部都不见了，我的铁门被上锁了，里面呢全部一空了。他把他家全部的花全部都搬走，太狠了吧？对，搞不好所有花全部烧掉了。烧掉我不知道，搞不好还拿去送长官，你哪知道他拿去干嘛？他就把他全部的花都清空了，怎么这么过分？然后你以为对人就比较优待吗？没有，开始啊，看到每个人哦，整个村啊，古野城阿塔哦，你看照这些人都忙着去到一个地方，你知道他们要去干嘛吗？去哪里？去做核酸，去抽血。全部都把所有人集中管理，开始叫，比如说有什么大婶、大妈、阿姨、阿伯啊、哥哥、小哥、小妹，全部都一样啊，抽血、抽血、抽血，把每个人都抽血，所以他们就想说，管制太过头了。因为你看哦，这是广东目前的整个疫情的状况哈，佛山这昂昂有哦，这熊阳中哎，再来就是广州东莞的，我们讲的中山市这边，那蓝色这边呢是次要的，稍微没那么严重，但我讲白了哈，整个广东都已经快沦陷了。但更可怕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一边沦陷，对不对？一边要受到驱公病之苦，一边呢，你还要把广东变成是像是沉默之丘一样。对，赵老，你有没有看过 Silent Hill？ 对 ，Silent Hill， 你知道特色是什么吗？特色就是什么都看不到，烟雾弥漫哦，全部都是烟雾。你起码看的是蓬蓬烟哦，地下室都是烟雾弥漫。对，就是天上人间，天下也是人间，全部通通呢都跟仙境一般。这东西油啊呢，这不是水呢？爪油啊！你要不要看旁边游泳池？我都想说，你这怎么还游得下去啊？这些人真的是皮很硬不然那个会水溶性我一边游我一边喝那个药，然后全部人在全部咕噜咕噜咕噜，全部都喝下去。那整个广东现在包括海南、三亚等等哦，甚至安徽、合肥，像你看到了，每一个地方都跟他挥手组，每一个地方都在捧捧所以我拜托一下哦，很多人他一直在讲说，哎呀，中国啊如何如何，你看看这个德性。看看这个样子，然后疾病还治成这样子，你还好意思讲说它是开放国家吗？瑞德哥，我们刚刚一路看过来，中国的驱公病也太严重吧，严重，而且每个管控方法已经极端到一个疯掉了，只要全村一个人中标，全部人都要验，这已经够夸张，没有想到现在更夸张的是人民已经够苦了，你现在中国还趁机把手伸进去，借由驱公病来把这些企业狠狠的抓着。对，没错，因为中国现在规定啊，那么驱公病呢，各个这个行业呢，各个公共场所呢，要配合相关的抽验的这个结果啊，所以呢，如果有公共场所或者是有商家，只要你拒绝啊，包括老百姓呢，全部先罚1000人民币。你会说1000人民币啊，不过是几千块台币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不对，为什么？沙尔，你知道吗？你缴了1000多人民币了以后呢，如果你再犯的话，你知道他们想了一招，蛮有趣的。你商家跟那个住宅对不对？直接断电，断电，你不就没电可以用了吗？直接断电，就是让你住不下去，让你生意没办法做就对了，强迫你一定要接受。他又来这一套。那现在为了要灭这个蚊子呢，大家一想到就是用一些杀虫剂嘛。我们常看到了要灭蚊子灭什么那个蟑螂啊，就开始用大量那种白色的喷雾，对不对？他们喷雾喷到什么样的程度？他们喷雾喷到完全都看不见路啊，全部都是喷雾啊！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？他们发现一件事，那个喷雾大到啊，你车子开过去了以后呢，在还没进去这个雾之前呢，还没有进去这个喷雾之前呢，天气是晴朗的。对，你开进去大量的喷雾过了以后呢，天上下雨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到底是下什么雨？他说这个雨到底是雨了还是这个等相关的杀虫剂的雨呀？那现在这几天呢，中共也发现有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是什么呢？他用这个相关的杀虫剂呢，大量的去喷了以后，
去杀这个那个相关的蚊子，它事实上除了杀蚊子成蚊之外，它还想杀这个幼蚊嘛。他们现在发现，因为这个驱弓病是由埃及斑蚊跟白线斑蚊所传染的嘛，对，人跟人不会传染。我跟你讲这个飞沫传染没有，我跟你肢体接触都不会传染，是因为你如果传染上了以后呢，那么你蚊子叮你的血，然后再去叮别人啊，就这样传染出去嘛。那么他心里想说，我只要把蚊子给杀掉就好了，就没想到。他都用单一的相关的杀虫剂，就大量我们看那个白雾的单一杀虫剂，大家都听过一件事，叫做抗药性。对，结果现在没想到这个蚊子呢，它在幼虫的时候呢，因为你杀都用单一的嘛，它产生了抗药性。那么这2种蚊子里面有一种已经到达快要接近100%的抗药性，其中有一种蚊子是90%以上的抗药性。真的假的？那你会觉得怎么样？你这个东西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既然能够杀蚊子，对人类的健康一定会有影响嘛。那我不知道能不能杀蚊子，因为蚊子都已经有抗药性，但你人在这种环境下，你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健康，这是最可怕的嘛。所以从这个驱弓病，那很多人会把驱弓病跟登革热混为一谈，错。登革热跟驱弓病最大的差别在哪里？登革热以前叫天狗热啊。登革热得了以后呢，它会1个礼拜左右你会很不舒服，像感冒一样不舒服。只要不是出血性登革热，没有生命之忧。那这个驱弓病呢？刚刚讲登革热不是1个礼拜吗？对，这驱弓病多久啊？几个月，甚至于几年。然后呢，会怎么样？一开始很像感冒，流鼻血、发烧，然后呢，肌肉酸痛啊，然后干嘛？他还会关节炎，因为自己以前应酬喝啤酒喝到痛风。我跟你讲，它比痛风还要再痛好几倍，然后呢它是几个月跟几年呐、如果一个不小心的话，你免疫力下降，它就发作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无药可医，它是无药可医的。它可怕的地方在于无药可医。那它对成年人来讲呢，它让你痛苦，但是你痛不欲生，但是你又不会真正有生命之忧啊。可是它对孕妇，尤其是婴儿。它的那个杀伤力才是可怕，所以曾经有婴儿整个脸都变得黑的嘛，把他吓了一大跳。所以呢，这个病的可怕之处就在于说，它没有办法根治，然后呢，又因为透过蚊子，现在呢，在中国啊，虽然有广东呢已经慢慢病例变少了，但是也已经广东地区包括广西地区都已经超过3万案例了，然后现在已经拓开这个包括广西了，可是包括海南岛在内，已经有6个省被列入了1级的疫区啊。所以大家如果这些台商或是你们要去中国旅游的话，一定要做好防蚊的准备，否则一旦被传染上驱弓病，那是好几年的痛楚啊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